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脚下的土地，头顶的星空，目之所及的一切，可能并非他们看起来的样子。当今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发现，宇宙可能不是三维的，或者说，在某个更深层的意义上，宇宙的本质可能是二维的。今天，我们会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到笛卡尔的坐标系，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我们踏上这段跨越2500年的思想旅程，去理解为什么物理学家会提出这样一个违背直觉的想法。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这个名字，或许你在学校数学课上听过，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对维度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字是理解世界的关键，而他们对几何形状的研究奠定了后来维度概念的基础。他们发现，一维的线由零维的点组成，二维的面由一维的线编织而成，三维的立体则由二维的面堆叠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观察，实际上蕴含着维度概念的精髓。每一维度的物体都可以通过低一维度的元素堆叠来构造。想象一下，一维的直线是无穷多个零维的点沿一个方向排列而成。零维的点没有长度、宽度和高度，它只是一个纯粹的位置。当无数个这样的点沿着一个方向排列，就形成了我们熟悉的一维线段。你可以沿着这条线向前或向后移动，但你无法向左或向右，向上或向下，那些方向根本不存在。现在，把无数条一维的线平行排列，就形成了二维的平面。你可以在这张纸上向前后左右移动，但无法向上或向下离开这张纸。二维平面就像一张无限延伸的薄纸，它的厚度为0。继续这个逻辑，把无数个二维平面堆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三维空间。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我们有长度、宽度和高度，可以在3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自由移动。时间快进到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完成了一次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发明了解析几何，用代数来描述几何，用数字来定位空间中的每一个点。笛卡尔设想过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假设有一个二维生物生活在一张巨大的纸上，这些生物可以在平面上自由移动，但它们无法感知到纸张的存在，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纸张的一部分。它们可以测量纸张上的距离，可以绘制地图，可以研究它们宇宙中的几何学，但它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三维物体，一张厚厚书的一页上。这个思想实验启发了后来的无数科学家和科幻作家。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是那个二维生物，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可能生活在一个更高维度的世界中？笛卡尔还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个哲学命题，与维度问题有着微妙的联系。当我们思考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发现，思考本身似乎是超越物理维度的。一个想法可以在瞬间穿越空间，从北京传递到纽约，
从地球传递到火星，但在物理空间中，信息和能量必须沿着维度的方向传递。思维的这种跳跃性，是否暗示着意识本身不受维度的束缚？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伯恩哈德·黎曼的德国数学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在他的就职演讲中，黎曼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空间不一定是平坦的，它可以弯曲。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平行线永远不相交。这些规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尺度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黎曼证明，这些规则只有在平坦空间中才成立。如果空间本身是弯曲的，这些几何定律就会被打破。想象一只生活在篮球表面的二维蚂蚁，对于这只蚂蚁来说，它的宇宙就是篮球的表面。在这个弯曲的二维世界中，直线会变成围绕球面的弧线，三角形的内角和会大于180度，而蚂蚁永远无法看到篮球的第三个维度，它只能感知到表面上的两个方向。黎曼的数学为后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爱因斯坦证明，质量会弯曲周围的时空。地球围绕太阳运动，不是因为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而是因为太阳的质量弯曲了它周围的时空，使得地球沿着弯曲的直线急侧地线运动。这个发现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空间可以被弯曲，那么它的维度数量是否也可能不是固定的？在某些极端条件下，是否可能存在额外的维度？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两次物理学革命将时间和空间统一成了单一的实体时空。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证明，时间和空间不是独立的。当你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会变慢，空间会收缩。这意味着，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来说，时间和空间会相互转化。对于静止的观察者来说，一个飞驰的火箭中的时间变慢了，火箭的长度也缩短了。这种效应不是幻觉，而是物理现实。广义相对论更进一步解释了引力的本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不是一种超距作用力，而是质量引起的时空弯曲。地球之所以围绕太阳运动，是因为太阳的巨大质量弯曲了周围的时空，地球只是沿着这个弯曲时空中的最短路径运动。这个理论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推论：如果空间可以被弯曲，那么它的维度是否可能被紧致化，即在某些尺度上隐藏起来？想象一根长长的水管，从远处看，水管只是一维的线，你只能看到它的长度，而看不到它的周长。但如果你是一只小蚂蚁，爬到水管上，你会发现水管其实是三维的。除了沿着水管长度移动，你还可以绕着水管的周长转圈，甚至可以沿着水管的半径钻进钻出。这两个额外的维度在大尺度上被隐藏了。物理学家推测，我们宇宙中的额外维度可能就像水管的小维度一样，在日常尺度上完全不可见，只有在极小的接近普朗克尺度的距离上才会显现出来。普朗克长度约为10·35米，
这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尺度，小到我们目前所有的实验都无法探测。现在，让我们进入21世纪物理学最前沿的领域——全息原理。这是一个将宇宙的本质指向二维的理论。要理解全息原理，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黑洞。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当一颗巨大的恒星耗尽核燃料并发生坍缩时，如果它的质量足够大，引力会压倒一切其他力量，将所有物质压缩到一个无限小的起点。在起点周围会形成一个边界事件世界，任何越过事件世界的物体，包括光，都无法逃脱黑洞的引力。黑洞的引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它们被视为信息的监狱。一旦信息进入黑洞，它似乎就永远消失了。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信息是不能被摧毁的，信息必须守恒。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著名的黑洞信息悖论。1974年，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黑洞不是完全黑的。由于量子效应，黑洞会发出微弱的辐射，现在被称为霍金辐射。更令人惊讶的是，霍金计算出这种辐射不携带任何来自黑洞内部的信息。这意味着，当黑洞通过霍金辐射完全蒸发后，原来进入黑洞的信息就永远消失了。这与量子力学的核心原则——信息守恒直接冲突。这个问题困扰了物理学家们几十年，直到1997年，胡安·马尔达西纳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在马尔达西纳的突破之前，物理学家雅各布·贝肯斯坦已经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计算出，黑洞的熵衡量一个系统无序程度的物理量与黑洞事件世界的表面积成正比，而不是与黑洞的体积成正比。熵是一个深刻的概念。1877年，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提出，熵可以被理解为系统微观状态的数量。一个有序的系统只有少数几种可能的微观排列方式，因此熵较低。一个混乱的系统有无数种微观排列方式，因此熵较高。波尔兹曼的熵公式将熵与概率联系起来。一个系统最可能的状态就是熵最大的状态。这解释了为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的熵总是增加的是一个统计规律，而不是绝对的铁律。现在，让我们应用这个理解到黑洞上。贝肯斯坦的计算表明，一个黑洞的熵与其表面积成正比。具体来说，黑洞的熵等于其事件世界面积除以4倍的普朗克面积。这个公式被称为贝肯斯坦霍金熵公式。这意味着，如果你把黑洞的体积加倍，熵不会加倍；但如果你把黑洞的表面积加倍，熵就会加倍。这就像是在说，住在曼哈顿第5大道公寓里的人，他们能容纳的生活可能性的数量取决于公寓的墙面面积，而不是公寓的体积。这个类比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但它揭示了一个关于黑洞本质的深刻真理。1997年，胡安·马尔达西纳在研究弦理论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发现，如果在一个假想的5维反德希特空间中存在一个黑洞，那么这个5维黑洞的熵恰好等于一个假想的4维黑洞的熵。
这个发现看似只是数学上的巧合，但马尔达希纳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物理原理。他提出了 AdSCFT 对应、反德希特空间、共形场论对应，也被称为全息原理。全息原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空间区域内的所有信息可以被编码在这个区域的边界上，就像一张全息照片，虽然只是一张2维的平面，但它包含了物体的全部3维信息。当你看一张全息照片时，你看到的不是平面上的颜料分布，而是悬浮在空中的3维图像。马尔达希纳的发现意味着，如果全息原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整个宇宙的3维信息可能都被编码在一个2维表面上。这意味着，在某种深层意义上，宇宙的本质是2维的，而不是3维的。全息原理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宇宙图景。想象一个巨大的球体，代表我们的可观测宇宙。这个球体内部包含着无数的星系、恒星、行星，以及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按照全息原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粒子、每一种力、每一次量子涨落的信息，都被编码在这个球体的表面上。这个表面不是普通的2维平面，而是一个普朗克尺度附近的量子几何。它可能包含着宇宙最深层的物理规律，而我们感受到的3维世界，只是这个2维信息在更大尺度上的投影。这听起来像是柏拉图洞穴寓言的物理学版本。在柏拉图的寓言中，一群囚犯被锁在洞穴里，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他们以为影子就是现实，却不知道真正的实体是投射影子的物体和火光。全息原理提出了一个类似但更深层的观点：我们可能就像那些囚犯，以为自己生活在3维世界中，但实际上，真正的现实信息的源头发生在2维的边界上。我们感受到的3维宇宙，可能只是那个2维现实的投影。全息原理提出后，物理学家们开始寻找验证它的方法。2010年，物理学家克雷格·维丹姆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实验方案。他建议，如果你把量子比特量子信息的基本单位按照全息原理的方式排列，即把信息存储在一个2维表面上，而不是3维体积中，那么这个系统的纠缠商会遵循特定的数学公式。这个公式被称为配分函数渐进行为，它描述了系统在不同能量尺度下的行为。维丹姆声称，如果全息原理是正确的，这个公式应该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更简单的形式。他把这个更简单的公式称为纠缠商的体积定律。然而，2018年的一篇论文声称发现了维丹姆方案中的错误。论文指出，当考虑到系统的微观细节时，纠缠商实际上遵循的是面积定律，而不是体积定律。这一发现似乎与全息原理相矛盾，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2021年，物理学家陈协和他的合作者重新分析了这个问题，并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当考虑有限温度系统时，纠缠商确实遵循面积定律，这与全息原理完全一致。但在零温度基态系统中，情况变得复杂，纠缠商可能确实遵循体积定律。这些争论表明，
全息原理的实验验证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实验和更完善的理论来最终确认这个革命性的想法。如果说全息原理指向了宇宙的二维本质，那么弦理论则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拥有11维的宇宙。在弦理论出现之前，物理学家认为宇宙的基本构建是点状的粒子，电子是点，夸克是点，光子也是点。这些粒子没有内部结构，是纯粹的点。所有的物质和力都是由这些无穷小的点粒子组成的。弦理论彻底颠覆了这个图景。弦理论提出，自然界的基本构建不是点粒子，而是1维的弦。这些弦极其微小，长度约为普朗克长度10-35米。不同类型的粒子只是同一根弦的不同振动模式。想象一把小提琴的弦，当琴弦以不同的方式振动时，它会产生不同的音符。同样，当一根弦以不同的方式振动时，它会表现出不同的粒子性质。如果弦的振动频率较低，它可能表现为一个电子；如果振动频率较高，它可能表现为一个光子或夸克。弦可以是开弦，像一根没有打结的绳子，也可以是闭弦，像一根首尾相接的橡皮筋。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和拓扑形状决定了它所代表的粒子类型。这个想法听起来简单，但它带来了一场物理学的革命。弦理论成功地统一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这两个在各自领域完美无缺却互不相容的理论。点粒子在量子力学中可以很好的描述，但当试图用点粒子来解释引力时，数学就会出现无穷大的问题。弦理论通过将粒子扩展为1维的对象，自然地解决了这个数学难题。弦理论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特点，它只在10维空间中才能自洽地存在。9个空间维度加上一个时间维度，总共10维时空。如果空间维度少于9个，弦理论就会崩溃，产生无意义的数学结果。这意味着，如果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宇宙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应该有9个空间维度。然而，我们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宇宙只有3个空间维度。那些额外的6个维度到哪里去了？物理学家推测，这些额外的维度被紧致化了，它们被卷曲成极其微小的尺度，小到我们无法直接探测。想象一张无限大的纸张，它有长度和宽度，但如果你把它紧紧卷成一个直径只有头发丝粗细的圆柱体，那么从远处看，它就变成了1维的线。你只能看到它的长度，看不到它的周长。额外的维度就这样被隐藏了。卡拉比、丘流形是最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紧致化的数学对象。它们是由数学家尤金尼奥·卡拉比和丘成桐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发现的。这些流形具有复杂的几何结构，维度从6维到10维不等。当弦理论在这些流形上紧致化时，它会产生4维时空中的有效物理理论。不同的卡拉比、丘流形会产生不同的物理定律、不同的粒子质量、不同的力常数、不同的对称性。我们宇宙中的物理常数可能只是无数可能中的一种，这引出了弦景观的概念。
一个拥有1500种可能真空态的数学空间，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之一。1995年，爱德华·威腾在弦理论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他指出，5种不同版本的弦理论实际上是同一理论的不同方面。这个统一的理论被称为 M 理论。M 理论将10维弦理论统一为一个11维的理论。额外的一个空间维度来自哪里？威腾认为，这个维度可能一直存在，只是之前的理论没有发现它。在 M 理论中，基本对象不再只是1维的弦，还可以是2维的膜、3维的三膜，甚至更高维度的对象。这些膜可以像纸张一样在空间中延展，也可以像气泡一样在时空中存在。我们的宇宙可能就是一个3维膜，一个漂浮在更高维空间中的3维对象。物理学家将这个更高的维度称为体 bulk， 而我们的3维宇宙是膜宇宙 brain world。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除了我们熟悉的3个空间维度外，还存在至少一个额外的空间维度。这个额外的维度可能延伸到无穷远，也可能以某种方式闭合。更重要的是，引力所有力中最弱的一种可以自由地在这个额外的维度中传播，而其他3种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则被限制在我们的3维膜上。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引力如此之弱。在我们的3维世界中，引力随着距离平方衰减，但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引力的衰减会更快。这意味着在微观尺度上，引力可能比我们在3维世界中感受到的要强得多。只是在日常尺度上，由于额外的维度被隐藏，引力看起来很弱。弦理论和 M 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维度是真实的物理存在，还是仅仅是数学工具？支持者认为，额外的维度必须是真实的物理存在，否则弦理论就不会工作。数学的自洽性要求这些维度的存在，就像数学要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在平坦空间中是必然的一样。如果我们的宇宙是弦理论描述的11维宇宙，那么这些额外的维度必然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批评者则认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这些维度，因此它们可能只是理论的数学产物。哲学上的奥卡姆剃刀原则认为，如果额外的维度无法被观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相信它们的存在。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在物理学史上，许多曾经被认为是数学虚构的概念，最终被证明是物理现实。虚数就是一个例子。最初被认为是没有物理意义的数学构造，现在却成为量子力学和电子工程的基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绝对不变的背景到动态的可弯曲的实体。我们如何检验额外维度的存在？目前有几种实验方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正在寻找迷你黑洞的迹象。如果存在额外的维度，当质子在极高能量下碰撞时，可能会产生微小的黑洞。这些黑洞会瞬间蒸发，产生独特的粒子特征。另一种方法是寻找引力在短距离上的偏差。如果存在额外的维度，引力可能不会严格遵循牛顿的平方反比定律。在极短的距离上，
引力可能会突然变强或变弱，偏离我们熟悉的规律。2016年，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探测到了引力波。这个发现不仅验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言，也为寻找额外维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存在额外的维度，引波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泄露到这些维度中，导致它们到达地球时的强度比预期要弱。到目前为止的分析还没有发现额外维度的证据，但未来的更精确测量可能会揭示它们的存在。如果宇宙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是二维的，或者拥有超过3个的空间维度，为什么我们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要理解为什么我们感知不到宇宙的维度真相，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尺度的概念。人类的感官，眼睛、耳朵、皮肤，都是为了在特定尺度上感知世界而进化的。我们的眼睛可以分辨大约 0.1 毫米尺度的物体，低于这个尺度的细节对我们来说就是模糊的或不可见的。我们的触觉可以感知大约1毫米尺度的形状差异。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到20赫兹到20000赫兹的声波，超出这个范围的震动对我们来说就是无声的。这些感官的限制不是偶然的，而是生命演化的结果。在进化历程中，能够帮助我们捕猎、躲避、捕食者、寻找伴侣和食物的感官被强化和保留下来。感知普朗克尺度的能力对生存没有任何帮助，因此没有被自然选择出来。问题在于，宇宙的维度结构可能发生在我们感官无法触及的尺度上。全息原理中的全息屏可能位于宇宙的边界大约10-26米之外，那是可观测宇宙的世界尺度。这个尺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够直接探测的范围。弦理论中的额外维度则可能蜷缩在普朗克尺度10-35米，这比原子核还要小20个数量级，比我们能探测的最小尺度还要小17个数量级。打个比方，假设你生活在一张巨大的纸上，但这张纸的厚度只有1纳米，大约是头发丝直径的1/1000。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的宇宙似乎是完全平坦的2维世界。你可以测量长度和宽度，但你永远无法感知那薄薄的第3个维度，除非你有能力探测原子级别的厚度差异。我们就是那个2维生物，只是纸张的厚度，无论是指全息屏的距离，还是额外维度的大小，都超出了我们最精密仪器的探测能力。理解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是思考维度本身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维度似乎是一个固定的、绝对的属性。一个空间要么是2维的，要么是3维的，没有中间地带。但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维度可能不是这样运作的。在弦理论和 M 理论中，我们熟悉的4维时空可能是一种涌现现象，即从更基本的，可能是2维的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想象一下水，单个水分子是3维的，但当无数水分子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可以表现出全新的性质，流动、蒸发，形成波浪。水的这些性质湿润、流动性，在单个水分子身上是找不到的，它们是大量分子集体行为的结果。维度可能也是如此，在微观尺度上，
弦理论的10维或11维结构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但在更大的尺度上，由于某种对称性破缺或紧致化过程，只有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展开，成为我们熟悉的宏观宇宙。这意味着维度不是宇宙的固定属性，而是可以随尺度变化的。在微观世界中，维度可能更多；在宏观世界中，维度可能更少。甚至在宇宙的不同区域，维度也可能不同。除了物理尺度的限制，我们还面临着认知上的障碍。人类的大脑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器官，它的结构和功能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在3维世界中生存。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可能天生就不适合思考超出3维的空间。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语言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为了解决日常生存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解抽象的数学和物理。高维空间、弯曲时空、量子叠加，这些概念在我们的演化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我们的大脑没有专门处理它们的模块。当我们试图想象4维空间时，我们实际上只能构建3维的类比。超立方体是立方体在4维中的对应物，4维球体是3维球体在4维中的对应物，但这些类比是有限的，它们只能告诉我们4维物体在投影到3维时是什么样子，而不能告诉我们真正处于4维空间是什么感觉。事实上，处于4维空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3维世界中，我们可以谈论一个物体在某个位置，但这个概念在4维空间中应该如何理解？我们是否能在4维空间中移动，就像我们在3维空间中移动一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意识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本身可能就是3维世界的产物。就像一只永远生活在1维线上的蠕虫，它可能拥有某种原始的意识，但它永远无法想象2维平面的复杂性。从物理定律的角度来看，维度也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感知的属性。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相互作用。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触发一系列化学反应，这些反应通过神经系统传递到大脑，最终被我们看见。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步直接告诉我们空间的维度是多少。我们推断维度存在的方式是通过测量物理规律在不同方向上的行为。例如，物理学家发现引力、电力和磁力在所有水平方向上的行为都是相同的，这暗示了至少2个水平维度的存在。我们还发现，我们可以向上跳起，也可以向下降落，这暗示了第3个垂直维度的存在。但这些测量都发生在我们熟悉的4维时空中，它们不能告诉我们是否存在额外的我们无法感知的维度。事实上，物理定律在数学上可以在任意维度的空间中表述。4维时空中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可以简单地推广到5维、6维，甚至11维。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物理定律仍然可以自洽地运作。我们无法从物理定律本身判断它所适用的空间有多少维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找额外的来自物理定律之外的证据，
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的迷你黑洞，或者引力波干涉仪中的异常信号。即使额外维度真的存在，探测它们也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回想一下卡拉比、丘流形的尺度，这些6维或7维的几何结构卷曲成普朗克大小10⁻35米，这比原子核还要小20个数量级。要直接看到这些结构，我们需要一台能够探测这么小尺度的显微镜。但根据量子力学，当探测的尺度越来越小时，所需的能量会越来越高。当尺度达到普朗克长度时，所需的能量会高到不可思议，大约10⁻19 GeV 级电子伏特。这个能量密度意味着，如果你试图把一个粒子压缩到普朗克尺度，它会坍缩成一个微型黑洞。没有任何已知的物理过程能够产生足够高的能量来探测普朗克尺度的结构。即使是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物理事件，伽马射线暴、黑洞合并、超新星爆发产生的能量也不足以达到这个水平。然而，间接探测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提到，大型强子对撞机可能产生迷你黑洞。如果观测到这些迷你黑洞的特征，比如某些粒子的缺失，或者世界蒸发的迹象，这将是对额外维度的有力支持。引力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存在额外维度，引力波可以传播到这些维度中，这会导致引力波信号的一些微妙变化，比如特定的频率、依赖衰减或者极化模式的改变。到目前为止，LIGO 和 Virgo 的观测还没有发现这些效应的证据，但未来的更灵敏探测器，如 LISA 激光干涉空间天线，可能会揭示它们。如果宇宙真的是2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全息原理是正确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3维宇宙只是一个投影，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首先，让我们想象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真正2维宇宙中的生物，就像动画 Flatland 描绘的那样，我们的宇宙只有长度和宽度，没有高度。在一个2维世界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会变得不可能。你不能跨过另一条鱼，因为跨这个动作需要第3个维度。你不能打结，因为绳子只能在2个维度中移动，无法形成3维的交叉。你不能拥有内脏，因为器官需要第3个维度来容纳。你的消化道会把你切成2半。但这并不意味着2维世界是贫瘠的。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命仍然可以存在和演化。1维的生物可能看起来像是一条线，在一条无限延伸的线上移动和相互作用。它们可能通过振动和化学信号来交流，就像蜗牛用化学痕迹来导航一样。信息在2维世界中的传播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假设你需要从 A 点向 B 点传递信息，在3维世界中，你可以直接穿过空间，但在2维世界中，你可能需要沿着曲面走更长的路径。有趣的是，这个限制可能与量子力学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共鸣。在量子纠缠中，2个粒子可以瞬间共享信息，无论它们相距多远。这种非局域性在3维世界中看起来很奇怪，但在2维世界中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在较低的维度中，信息传递的路径更少，可能更容易产生这种超距作用的假象。现在，让我们想象
在全息宇宙中生活会是什么感觉？在这个宇宙中，真实的物理过程发生在二维边界上，而我们感受到的三维世界只是这个过程的投影。这听起来可能像是某种虚拟现实，但关键的区别在于，我们不是被外部力量创造的幻象欺骗的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二维基础的表现。想象你在阅读一本书，从书页上平面的文字中，你理解了一个三维的故事，你看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物理环境，但这些场景并不存在于书页上，它们存在于你的想象中。现在把这个类比反过来，在全息宇宙中，你是一个三维的想象，而真实的书页是二维的。你的身体、你的感受、你的思考，所有这些都是二维基本过程的表现形式。就像书中的故事不住在书页里一样，你的三维体验也不住在二维边界上，它只是从那里涌现出来的。这个想法引出了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的思想只是二维过程的产物，那么自由意志、意识、自我这些概念还有意义吗？它们是否只是负现象真实原因的结果，但没有因果效力？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会告诉你，即使在大脑活动中没有自我这样的东西，自我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我们根据这个概念来行动、说话、体验。如果全息原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自我的体验可能也是从二维基础中涌现出来的。这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大脑产生意识这个事实更神秘或更不真实。当我们第一次思考宇宙可能不是三维的这个想法时，可能会感到一种存在性的恐惧。如果我们的整个存在都只是投影，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的感知可以如此彻底地误导我们，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在一个全息宇宙中，自由意志是否只是幻觉？宇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存在有意义吗？这些是深刻的问题，触及哲学和宗教的核心。但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沉重的思考，转而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想想你此刻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体验，屏幕上的像素可能只是电子的闪烁，但它们在你心中唤起的想法是真实的。当你读到关于宇宙维度的描述时，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真实的。你感到的惊奇、困惑或好奇的情感是真实的。无论这些体验的物理基础是什么，它们作为体验本身是无可否认的。即使宇宙真的是全息的二维投影，这并不减少你的体验的价值或意义。一场梦中的冒险仍然可以让你感到兴奋和恐惧，一部小说中的悲剧仍然可以让你流泪。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世界真正的存在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用一个诗意的比喻来结束这段探索。想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海洋，在这个海洋中有无数的波浪在运动、碰撞、消散。我们是波浪，我们以为自己是独立的存在，有开始和结束，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海洋的表现形式，是海洋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临时形态。维度就像波浪的维度，在日常尺度上，波浪看起来是二维的，有长度和宽度，但实际上它们存在于三维的海洋中，有深度。当波浪消失时，它并没有停止存在，
它只是回到了海洋中，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如果全息原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以及我们感受到的三维世界，就像是海洋表面的波浪。我们以为自己是独立的三维存在，有开始和结束，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更深层现实的波浪，是那个二维海洋的表现形式。当波浪思考自己是什么时，它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恐惧。如果我只是表面的一种波动，那么我真正的本质是什么？但对波浪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波浪的体验，感受海风、阳光、其他波浪的碰撞。我们就像那些波浪，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存在的深层意义，就像波浪永远无法理解海洋的全部复杂性。但我们可以珍惜作为波浪的时刻，感受阳光和海风，欣赏宇宙的壮丽和神秘。最后，我想谈谈科学给我们的谦逊。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曾经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着我们转。后来我们知道，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太阳只是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之一，而银河系只是宇宙中数万亿个星系之一。每一次，当我们以为我们理解了宇宙的结构时，宇宙都会揭示出更深层、更广阔的现实。现在，我们以为宇宙是三维的空间，存在着时间和因果，但弦理论和全息原理告诉我们，可能还有更多，可能有10个11维的空间，可能有我们只是投影的全息宇宙。这些发现告诉我们，我们目前对现实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就像刚刚学会数数的孩子，以为自己理解了所有的数字，但宇宙的数学可能比我们的想象要丰富得多。科学不是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体系，而是一种不断探索、不断修正、不断扩展理解的过程。每一代科学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看到更远的风景。即使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真理的山顶，这个攀登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当我们躺在夜晚的星空下，思考宇宙的维度和本质时，我们正在延续人类数千年来对未知的探索。这个探索不会因为我们目前无法理解宇宙的全部而失去价值。每一次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每一次我们发现新的线索，我们都在扩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我们今天认识到，物理学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观点，试图理解现实的最深层结构。全息原理告诉我们，宇宙的信息可能存储在一个二维边界上，我们感受到的三维世界只是这个信息的投影。弦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可能拥有11个维度，只是在日常尺度上，这些维度被隐藏了。这些想法违背直觉，但它们来自严谨的数学和物理推理。那么，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宇宙的二维性或多维性呢？答案在于尺度。我们感知的维度结构和宇宙真实可能存在的维度结构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尺度上。全息屏在宇宙学尺度，额外维度在普朗克尺度，两者都远远超出了我们感官和仪器的探测范围。更重要的是，维度本身可能不是固定不变的属性，而是随着尺度的变化而涌现的现象。在微观世界中，维度可能更多；在宏观世界中，维度可能更少。
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可能不是宇宙的基本结构，而是一种宏观涌现的结果。当我们面对这些深奥的物理概念时，一种存在性的焦虑可能会涌上心头。如果我们感知的世界不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的存在只是投影，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但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困境，想象一部精彩的电影。电影是由二维屏幕上的光影变化构成的，但观影体验、情感、思考、感动是真实的、深刻的、有意义的。电影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发生在银幕上，而在于它能够触动的内心。我们的人生就像那部电影，无论它的物理基础是什么，是三维的空间还是二维的投影，我们经历的情感、建立的联系、追求的意义都是真实的。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宇宙的结构，但不能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这个价值需要我们自己来赋予。探索宇宙的维度是一段奇妙的知识之旅，但旅途的终点不是虚无，而是更多的惊奇。每一次我们发现宇宙的某个新方面，我们都会意识到，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更加神秘，更加美丽。让我们带着这份对未知的敬畏和好奇，继续生活在这个奇妙的世界中。也许有一天，未来的物理学会解开维度的谜题，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无论如何，此刻的星空、今晚的梦境、明天的日出，这些都是真实的，值得我们珍惜和感激。晚安，愿你在这片可能是二维的宇宙中，做一个甜美的一夜好梦。